它不像特步的6.0 Pro， 你觉得底儿很厚，虽然6.0 Pro 也很轻，100多克，但是呢，你穿上去就感觉是那种厚硬弹。3.0 Pro 是厚软弹，惊叹3和惊叹3T 是中韧弹 ，Vaporfly 呢是中不太弹。Pro 4呢有点像特步的110X 3.0 Pro。这双鞋呢，就有点像110X 1代那个110X 1.0 Pro， 然后底儿会变厚一点，变稍微软一点，然后而且呢变得更弹一点，但是它的劲儿和那个灵巧性和那双鞋差不多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4月9号星期三，又是周三，我们跑团合练的日子。现在清晨5点39，今天的课表是6公里阈值。从上周那个35公里之后，确实是猛的一下这样训练，身体有点不适应。这几天的训练，左腿、大腿后侧的肌肉会有点觉得紧张。今天我的目标是，就像前2天我说的，感觉自己身体稳住每一步，但是我要，在现在这个状态下也要全力以赴。哎，这个终于揭幕了，看。大河原先生 Expo 2025，那边大馆城城楼底下那个是 Expo 1970。我们绕到后边看看，它这个电是太阳能的。哎，这个制作粗糙了啊，因为这个小怪物它的尾巴上面还有一个眼睛，没画尾巴。像今天的状态会因为上一个周期调整训练计划而变得比较疲劳，像大腿后侧的肌肉会比较紧张，所以今天就更应该像我前2天说的那样，找到那种每一步相对稳妥的感觉，就是怎么说，在努力训练的前提下不要受伤。今天装备上衣是我们的队服，然后去年观众送的北京马拉松的臂套 Pace Pro，常戴的帽子，还有这条菲比特袋鼠裤。今天的鞋是这双 Brooks 的龙卷风4 PB。今天借着这个6公里，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双鞋。这双鞋无锡马拉松就穿了它。小伙伴们看，这个是世博会的叫什么纪念贴，一会儿给它贴紧，咱们带着它跑。对。你们看这个越野到老南京100越野赛，哪一年？绕山的。哪一年？应该是20年、21年。2021年，100公里。让大家看到我们早上起来集体的热身，大多数是以静态拉伸为主，然后最后蹦一蹦、跳一跳，结束。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，如果你是坐车来某个跑团集合，然后从0开始训练的话，还是以动态热身为主。所以我们每天你看，大家基本都是跑着来，或者在这儿跑一跑。我今天在集合之前已经跑了大概将近10公里。所以再做个静态拉伸的热身是 OK 的，否则我不管是训练还是比赛，我都建议大家动态热身，从动态热身开始会比较好。今天准备了个胶，跑之前吃两。はい、じゃあ5秒前いくよ。3セント。はい、5、4、3、2、1、はい、3、4、0。开始。
됐다. 됐다.第2公里3分29。好，还乌鸦贴着我的脑袋顶过去的。12公里3分23。都拿到。上1公里3分25。됐다. 됐다. 됐다.加油.3分26，还有1公里。到，ありがとう。됐다.
最后1公里3分21。到，ありがとう。ナイスラン、田中さん。早い。ナイスラン。到。ナイスラン。ナイスラン、平田さん。小伙伴们看6公里跑完的感觉，小伙伴们也陆续都到了。你看这个从热身结束开始拍到刚才没电了，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阈值的训练是特别艰难的，每一步都在行和不行之间。你看这稍微一停下来，你看我这汗，但是这个胶好结实，一点都没掉，特别带劲。哎呀，行吧，今天3分27跟我自己比不算最快。我最快跑这个训练跑过3分23，好像是还是3分24，我不记得了。这双Brooks 的龙卷风4 PB 怎么比较呢？它像更有劲儿一点的 Vaporfly 3，就是它和惊叹不一样。就我昨天说惊叹，我就说鞋，我在我这儿我给它归为硬弹或者软弹两个方阵。像惊叹那种属于软弹，特步的160X 3.0 Pro 我也认为是软弹，之后的5.0 Pro、6.0 Pro 都是硬弹。像 Nike 的比较特殊，阿迪达斯的 Pro 4我也认为是软弹。然后这双鞋呢是那种就和 Vaporfly 那种感觉是很清脆的，这双鞋不错。这双鞋我跑无锡马拉松跑到最后也没有觉得泄力，也挺有劲儿的。可能对我来说，它唯一的这不是他的问题，我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不够有钱。这双鞋挺好的，而且不难看。你看，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鞋面这感觉，这鞋面，脱下来比穿上更好看，就这种网眼的这种。都在发伴手礼啊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怎么样？所以这2天我就在想，你说以前穿薄底鞋跑马拉松的那个年代，其实我没有完全赶上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首马北京和我的第2场马拉松，就我前几场马拉松，北京、厦门、东京、上海，还有第2年的北京。都是穿的 Asics 的凯亚诺。我第一次穿薄底鞋参赛，就是穿不是缓震鞋参赛，是2017年的芝加哥马拉松，那天穿了一双波士顿，阿迪达斯那个波士顿，那时候波士顿也是薄底的。然后之后呢，从芝加哥到纽约去玩，就在阿迪达斯的店买了那个阿迪 Zero 的那个 Boost。后来的比赛，第2年2018年的柏林和伦敦都是穿那双 Boost。那其实现在看起来那就是薄底鞋。然后从2019年开始，我第一次穿碳板鞋参赛是2019年的纽约马拉松，那个第1代的 Vaporfly 首发配色，之后就一直是厚底鞋。或者这么说，我能跑马拉松以后，全都是厚底鞋。我不能跑马拉松的时候，那时候穿什么鞋，其实跑完脚都得疼好几天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那天我突发奇想，你说哪天再弄一双薄底鞋，我现在的状态参一次赛，看看是什么感觉，就是这么回事。这挺有意思的。这双鞋的感觉，我觉得我是这么认为，如果大家有测试的条件，我觉得值得试一试。这双鞋的感觉很特别，就是它不像特步的6.0 Pro， 你觉得底儿很厚，虽然6.0 Pro 也很轻，100多克，但是呢，你穿上去感觉是那种厚硬弹。然后3.0 Pro 是厚软弹，惊叹3和惊叹3T 是中韧弹 ，Vaporfly 呢是中不太弹，然后阿尔法 Fly 是个独特的脚感 ，Pro 4呢有点像，其实我觉得阿迪达斯的 Pro 4和特步的160X 3.0 Pro 是一个派系的，然后这双鞋呢就有点像，就像
那个10X 一代，那个10X 1.0 Pro， 然后底儿会变厚一点，变稍微软一点，然后而且呢变得更弹一点，但是它的劲儿和那个灵巧性和那双鞋差不多。你看我们刚才那个6公里过这前面这转盘这个弯儿，如果是惊叹3，我这个跑步技术，它的后跟儿就有点过于的用料过猛，我觉得过弯不那么流畅。也有小伙伴也反馈说折返的时候不那么流畅，这是它的缺点。然后像特步的6.0 10X 6.0 Pro 过弯的时候还不错，但是因为感觉它的鞋底厚，它虽然很灵巧，但是因为鞋底厚的时候过弯也会感觉稍微有一点不灵巧。这双鞋过弯很灵巧，你看这双鞋的鞋底其实是不薄的，只不过它的给你的感觉是有点塌的感觉。我特别记得无锡到最后，你看无锡那么艰苦的比赛，到最后我还能冲刺。3.0 Pro 就10X 3.0 Pro 我没有穿着比过赛，这比较遗憾，因为我就一双，正好赶上是赛季结束拿到的。等赛季再开的时候，已经小2000公里了，就确实是不行了。你看大家伙的鞋 ，Asics 美津浓 Nike。Asics、Nike、阿迪达斯、Hoka。哎，我们这位日本先生穿了一双避难。哎，小伙伴们，4月9号星期三早晨7点24了，又冷身了5公里。我们现在在烘焙店吃完早饭再回去。刚才冷身了5公里，又拍了点东西。咱们就看看今天6公里的数据吧。6公里。20分46秒，平均配速3分27，等强配速3分26，最快1公里3分19，平均心率177，运动表现120%，出色。我们这有2个180度的折返和一个转盘的折返，配速区间一直在乳酸阈区和速度代理区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最大心率冲到了184。所以像这种乳酸阈的训练，就 LT2 的训练，你基本上是要比你的乳酸阈稍微顶一点，或者说像今天我跟我的乳酸阈配速几乎是一样的，但是因为是晨跑，所以体能状态差一点，差不多就是这意思。步频平均209，最大218。有小伙伴问心率区间跟配速区间不对应怎么办？我的建议是看配速区间，因为你所有的比赛你要的成绩也是按配速来看。差不多就是这样，步幅1.39米，你看平均触地时间163毫秒，还可以。这双鞋很清脆，真的很清脆。垂直振幅比4.2，垂直振幅5.9厘米。我们看看单圈的情况，你看训练效果，训练重点是阈值。第1公里3分34，第2公里3分30，第3公里3分23，第4公里3分26，第5公里3分27，最后1公里3分22，还是最后最快是最好的状态。它那最快1公里3分19，其实不是这样，它是在这6公里中的某一段1公里是那样测出来的。运动感受有些累，今天的设备是高驰的 Pace Pro， 2代的 Pod 和高驰的心率臂带。我们说到乳酸阈，可以给大家看看我的跑步能力，现在是 96.3， 我没记错吧，应该是跌了，你看跌了。之前是 96.5， 我状态最好的时候是大阪的半马和全马那段时间 96.6， 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所以像手表这种，不管是最大摄氧量、跑力还是这种跑步能力，它都是反映你现在的情况，而不是说你说我就是这样的。它跟着你的训练，如果你这一块表你永远都是轻轻松松的特慢的跑步和走，它给你测的这些数也不准确。所以就是不用太在意这个，而且平心而论，就是我今天也开始跟大家说，我是有些疲劳的状态，所以今天其实跑得挺尽力，但是速度不快，才3分27，对吧？我状态好的时候是3分23、3分24。然后我们可以看看，他给我的乳酸阈配速是3分27，这个是大阪半马之后变成3分27的，之前是3分33。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就像节目开头说一样是准确的，因为大阪半马我3分30跑了21公里，所以我的乳酸阈肯定是要比3分30快的。最佳摄氧量这个就我觉得就可以，反正我是不太看所有手表最佳摄氧量，我基本都不太看。成绩预测每次看完都挺开心的。行吧，我们也买好了吃的，还是训练日早晨的热咖啡刚打开，先敬观众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
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